有请新郎新娘交换戒指。婚礼当天，我无意间发现婆婆送我的3金都是假货，甚至连放彩礼的那张银行卡里面都是空的。妈，结婚以后他就是我们家的人了，我想让他干什么他就得干什么。他们以为只要结了婚就能拿捏我了，做梦。不好意思，诸位，婚礼取消。这个人我不嫁了。微微，你确定戒指是掉在走廊这边了吗？马上就要上台了，这可怎么办呀？我也不知道，明明刚才还在首饰盒里的，一转眼就不见了。我再往前找找，你去楼梯口那边看看。儿子，我就说吧，那乔薇看起来就傻不拉几的，根本看不出来这些是假黄金，买点铜镀金就打发了，省了咱们好几万呢。假黄金？还是妈有办法。乔薇从小被她爸妈捧着长大，耳根子软，又没什么心眼儿，还不得被咱们俩耍得团团转？那张存财新的空卡，你记得找机会要回来，千万别让他去银行查余额发现。只要乔薇听你的，他爸妈自然会想着法来讨好你。到时候他们一家人都得为咱们家出钱出力，谁叫他们没本事呢？连个儿子都生不出来，这绝文头的家产迟早是咱们的，他们只能帮我们康家做牛做马了。妈，您放心，以后他就是我们家的人了，我说东他绝不敢往西。等结了婚，我就让他辞职在家伺候你。好一个镀铜3金，好一个彩礼空卡，怪不得当初谈婚事时异常的顺利。我家提出的所有条件，他们都一口答应。父母还以为这是他们家对我的重视，原来只是康子舟把我们一家当成了可以吸血的傻子。这婚，老娘不结了。当初讨论到买3金的时候，康子舟拿出一个有些旧的首饰盒，他说这是他们家祖传给儿媳妇的，有特殊意义。微微，这套首饰是我们家祖传给儿媳妇的，虽然款式旧了点，但有特殊意义，代表我这辈子认定你了。我那时还十分感动，满心欢喜地收下了。搞了半天全是假的，他们一家人敢这么算计我，这个婚我肯定是不会结了。微微，你找到戒指了吗？司仪在催了，这下完蛋了。不找了啊？没戒指咱们拿什么上台？空着手去吗？上台？当然要上台，不过我不戴戒指，我要给他们康家送一份终生难忘的大礼。康子舟，你准备好了吗？接下来有请新娘入场。康子舟，现在就让我来亲手拆穿你们康家的体面了。各位亲朋好友，十分抱歉占用大家一点时间，今天的婚礼取消了，这个人我不嫁了。什么？取消了？这都开席了。微微，这是出什么事了？怎么突然说胡话？先别急，听孩子要说什么。大家不用惊讶，份子钱我会全额退还。今天这顿饭就当是我请大家吃个饭，吃好喝好。至于取消婚礼的原因，很简单，康家用黄铜做的假3金，还有一张余额为0的空卡当彩礼来糊弄我。他们一家人把我当傻子耍，算计我们家的财产。这个婚，我觉得没什么结的必要了。欺人太甚！他们怎么能这么欺负人？不是的，大家误会了，事情不是这样的。微微，你疯了吗？乖，别闹了，这是婚礼现场，有什么事咱们回家再说，别让别人看笑话。回家？谁要跟你回那个只会算计人的家？各位，都是误会，小两口闹点别扭，大家别当真。微微，我怎么可能骗你呢？你是不是弄错了？难道我们3年的感情还不如那些金银钱财吗？别在这儿跟我搞道德绑架，你不是说我弄错了吗？想证明很简单。别在这儿跟我搞道德绑架，你不是说我弄错了吗？想证明很简单。你现在就把你所谓的祖传3金拿出来。俗话说真金不怕火炼，我们当着所有亲友的面马上验一验。还有那张银行卡，马上叫酒店经理来刷，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钱。如果我说的是假话，我乔薇今天当场跪下给你们一家人磕头道歉，你敢不敢验？微微，别闹了，我们先把婚礼举行完，这些东西后面我再补给你好吗？不要让双方都下不来台。
我说了，今天这婚我不结了。乔薇，你给我站住！亲家，微微，都是误会，你们这是干嘛呀？敢再往前一步试试！今天你敢动我妹妹一下，我废了你！乔薇，你赶走，你一定会后悔的。回到家后，我妈就开始哭个不停。她是独生女，从小被外公外婆捧在手心里。结婚后，我爸也没让她受过半点委屈，没经历过风浪，哪里想得到会有这种事，心疼的不行。我爸倒是沉稳多了，只是一直紧皱着眉头，不知道在想什么。我那从小捧在手心里的宝贝女儿啊，怎么会遇到这种事？他们太不是东西了，凭什么这么作践人？好了，别哭了。爸妈，对不起，让你们在那么多亲戚朋友面前丢脸了。丢什么脸？还没扯正，总比你真嫁过去，结了婚以后才发现是个火坑要好10000倍。咱们微微有福气，能及时止损，看清这群豺狼虎猫的真面目，这是大好事。对，你爸说的对，这种表里不一的人渣，没结婚才是最好的。咱们家不缺这口饭，我养我女儿一辈子。他们没有怪我让他们在亲戚朋友面前丢脸，反而一心安慰着我。他们辛苦生我养我，我没让他们享福，还让一把年纪的他们替我操心。说起来真是我不孝，可这也正是我的底气。我绝不会为了那所谓的体面去消耗自己的人生。本以为事情闹成这样，康家也丢尽了脸面，应该不会再来找我了。结果第二天一早，康母就带着康子收来了。亲家，好久不见呐，昨晚睡得好吗？谁是你亲家？我们家不欢迎骗子，滚出去！叔叔您别关门，我们今天是专程来给微微道歉的，你让我们进去说几句话行不行？爸，让他们进来，我看他们今天还能耍出什么不要脸的花招。哎呀，微微呀，之前是老婆子不对，是我鬼迷心窍，信了老家一个亲戚，说从他那里买黄金能便宜1半，后来我才知道是假的，都怪我，我这都是被穷日子过怕了，想省点钱。你看，你千万别生气，我今天一早天没亮就去市里最大的金店重新给你买了这些，全当是给咱们家微微赔罪。微微，老婆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这一切真的都是误会。老婆，你别生气了好不好？这一切真的都是误会。你看，咱妈已经给你买了新的了，全都是选的你以前在橱窗里看中过的款式，发票都在这儿呢，绝对真金白银。好一个迫不得已的误会！如果没被我在化妆间门外当场抓包，你们只会暗地里偷笑我是个好糊弄的傻子，心安理得的吸我的血。现在东窗事发，才装出这副悔过自新的鬼样子，演给谁看？我昨天在婚礼台上已经说得很清楚了，这个婚我不结，带着你们的破铜烂铁从我家滚出去！微微，我都跪下道歉了，你还要我怎么样？你就是把膝盖跪破了，这婚我也不会结。迟来的深情比草贱，你还是留着感动你自己吧。乔薇，你别不识好歹，我儿子都给你下跪了，你还端架子给谁看？给谁看？给绝不当傻子的自己看。乔薇，你不要太过分了，我都已经跟你低声下气道歉了，我妈也求你了，我劝你见好就收，别得寸进尺，免得到时候闹得收不了场，名声臭了没人敢要你，你又来跪着求我复合。你耳朵有毛病吧？我都说了不结，是你上赶着来求我。还有，你哪只眼睛看到我会后悔？离了你们这一大家子吸血骗子，我高兴还来不及呢。婚礼取消，你放心，我乔薇绝不后悔。婚礼取消，你放心，我乔薇绝不后悔。哎呦喂，都怪我这个当婆婆的没用，被人骗着买了假黄金，害得儿媳妇误会不肯嫁了，我活着还有什么用啊？谁敢在乔家撒野？还好我爸和大伯买的同一个小区的房子离得不远，康子洲一进门我就发了微信让堂哥堂弟来一趟。放开我！你们这是私闯阴宅！放手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这是我妹妹家，你算个什么东西也配在这儿叫唤？哎呦，儿子，你们干什么？儿子，你没事吧？以后再敢来骚扰我妹妹，有你好果子吃！滚！堂哥和堂弟在客厅安慰着父母，而我则转身回到了房间。说实话，我还挺难过的，毕竟和康子洲相处了3年，我怎么也没想到
他竟会是个表里不一的骗子。我怎么也没想到，相处3年的男朋友竟然会是表里不一、满嘴假话的骗子。当初我和康子洲是在一个同事的生日会上认识的，一屋子只有康子洲一个陌生人，让人很难不注意到他。同事方月主动跟我们介绍，说康子洲是他的同乡，他们2个人恰巧在同个城市里奋斗，是关系很好的朋友。那天结束以后，康子洲在方月那里要到了我的联系方式，和我有一茬没一茬的聊天。一开始频率不高，可能2、3天聊一次。事情的转折是在我的生日，我邀请了同事朋友一起吃饭，当时康子洲是跟着方月一起来的。方月私下悄悄和我解释，说康子洲对我很有好感，死皮赖脸求着他带他来。我看了康子洲一眼，瞬间有些脸红。平心而论，康子洲长得挺好看的，温润又清秀，有点像小说里深情男二的长相。吃饭间，康子洲有一搭没一搭的跟我聊着天，无非是星座什么的。他还说他特别相信命中注定。康子洲有一搭没一搭的跟我聊着天，无非是星座什么的。他还说他特别相信命中注定。自从那天以后，他和我的联系就频繁起来了，每天都会跟我分享日常。后来几乎每天都会到我公司楼下接我下班，偶尔会带点小礼物，一束花或者一块小蛋糕。我总是容易被这些小细节所打动，觉得这些小玩意恰好证明他随时随地都能想着我，觉得这才是平淡而又浪漫的喜欢。于是半年以后，我们正式确定了恋爱关系。恋爱后，他对我也是一如既往的好，甚至更好，会为我跑遍半座城找我喜欢吃的烤红薯摊，会每天早上给我送早餐，会在我们吵架冷战时在我家楼下站上一夜。他从来没有冷落过我，事事把我放在第一位，就连他爸妈也是对我好的不得了，每次去他家都会给我准备一桌子喜欢吃的饭菜。我们的感情一向顺风顺水，也不知道怎么了，结个婚而已，怎么都变了。不知道为什么，自从确定要结婚后，他们的态度就都变了。或许这本来就是他们的伪装，只是装得太久了，以为结婚就是木已成舟，可以卸下伪装了。因为婚礼取消，我的婚假也取消了。与其沉浸在狗男人带来的失落里，不如沉浸在可以让我升职加薪的工作里。刚准备在工位上大干一场，方月却悄悄来到了我身边。微微，你和康康真的就这么结束了吗？我敲击键盘的手一顿。昨天婚礼你也在现场，不用我再给你解释一遍来龙去脉了吧？哎呀，那都是些小事，你大度一点，别那么小姐脾气，说不定你们还是可以继续在一起的。康康是个不可多得的好男人，有本事长得帅，又温柔又体贴。方月在我耳边细数着康子洲的优点，语气中有着我以前没有察觉到的喜悦和娇羞。这时我才惊觉，以前康子洲对我的好蒙蔽了我的双眼，让我忽略了另一个人方月。康子洲对我太好，好到让我忽略了另一个很奇怪的人方月。如今细细想来，倒真是让人有些思绪疾恐。方月叫他康康，他叫方月芳芳，他们不仅有专属于对方的昵称。每天接我下班时，康子洲还会顺便带上方月，偶尔我们2人的约会也有方月在场。一开始因为他们是老乡，我和康子洲还是方月介绍认识的，而且他们在我面前一向都保持距离，所以我从来没觉得他们之间会有什么猫腻。可现在方月说起康子洲时，眼里藏不住的欣喜让我不得不怀疑，他对康子洲肯定有着不止老乡之外的感情。那康子洲呢？他突然转变的态度，突然变淡的感情呢？也会和方月有关系吗？事有蹊跷，这一次我再也不要做那个被蒙在鼓里的傻子了。为了搞清楚康子洲到底还有什么秘密瞒着我，我立刻求救闺蜜。她得知情况后，毫不犹豫地答应会帮我调查。说来实在是巧，我闺蜜家大业大，妥妥的富3代，偏偏热衷于做私家侦探。其实主要是为了看八卦，顺便帮他老爹打探情报。当初我和康子洲在一起时，他就开玩笑般地问过我，需不需要他帮我调查一下。可那时我觉得2个人在一起需要彼此信任，于是果断拒绝了他的提议。没想到今天我就要求着他帮我调查了。没想到嫌疑人居然是他。提起方月，王家就毫不掩饰的嫌弃这件事包在我身上。不得不说，他的办事效率太高了，或者说是方月按捺不住那点小心思了。他陪着康子洲在大排档买醉，也不知道是故意还是无意，不但不劝他别喝了，还一杯又一杯的倒给他喝。康子洲眼神迷离，推了方月一把，不顾周围人怪异的目光，大声叫嚣着：乔薇，你有什么了不起的？竟敢在婚礼现场宣布取消婚事，让我们康家颜面，扫地丢尽了人！我都已经跪下来求你了，你还得理不饶人是吧？要不是我妈非让我娶你，我才不会找你呢。他这是把方月当成了我。
所以他低声下气的跪着求我，不是因为他想挽回，而是他妈让他挽回。怎么着？他妈喜欢我？然后视频里的方月扶着康子舟去了附近的一个酒店，至于他们做了什么，那就无从得知了。我的心猛地一沉，看来方月真的喜欢康子舟，那为什么他还要把康子舟介绍给我呢？我的心猛地一沉，看来方月真的喜欢康子舟，那为什么他还要把康子舟介绍给我呢？这3年的恩爱一瞬间变成了另类的谜团，有太多事是我不知道的了。王佳将手机拿过去熄屏。微微，事情都过去了，你没必要再为了他们生气。难不成你还想着和康子舟再续前缘吗？我摇头，不可能。我虽然脾气好，但是有我的倔强，我绝不可能原谅伤害过自己的人。佳佳，直觉告诉我这件事还没完呢。为什么方月会把我介绍给康子舟？还有康子舟他妈，为什么逼着他来下跪道歉？王佳答应我会想办法查清楚，可还没等到他带来结果，反而等到了康子舟。我还没等到闺蜜带来结果，反而等到了康子舟。因为婚礼的事，我一直住在爸妈家里，我自己那套房子倒是有几天没回去了。这套房本来是准备用作我和康子舟结婚的新房，可惜婚没结成。我来到家门口，看着房门上贴着鲜红的喜字，只觉得讽刺又刺眼，真晦气。我一把扯下，揉成一团，打开门就看到玄关处放着一双男鞋，是康子舟的鞋。他系着围裙，手上还端着一盘菜，看到我回来，笑嘻嘻地喊我：“老婆回来啦，时间刚刚好，洗洗手，准备开饭了。今天做了你最喜欢的糖醋鱼。”我怒气冲冲地走过去，将手中的锡纸团砸在他脸上。康子舟，你来我家干嘛？滚出去！康子舟，你来我家干嘛？滚出去！康子舟脸色不变，用力地将我搂进怀里，声音格外的温柔：“微微，别生气了，我知道错了，保证以后不会再犯，你就原谅我这一次吧。”他太懂怎么拿捏我了，以前每一次发生矛盾，他都会这样紧紧抱住我，温声细语地和我道歉。的确，我每次都沉浸在他的强势又温暖的拥抱里，只是这一次他失算了。一想到他欺骗了我3年，又和方月去了酒店，我就觉得被他触碰到的每一个地方都脏了，恨不得让自己换一身皮。挣扎2下，他依旧将我禁锢得死死的，没办法，只能在他肩头狠狠地咬上一口。他吃痛地将我放开，震惊地看着我，有些不悦道：“乔薇，你是不是闹得有些过了？乔薇，你是不是闹得有些过了？”见我恶狠狠地瞪着他，康子舟又软了语气：“老婆，我们都结婚了，是一家人了，你就别闹了好不好？以后你想要什么，老公都补偿给你，好吗？房子车子我都给你。”我简直想为他的厚颜无耻鼓掌，这饼画的真大。以前怎么没发现他的脸皮厚到可以用来研究防弹衣了呢？康子舟，你搞清楚，我们婚礼没办，结婚证也没领，谁跟你是一家人？谁知康子舟脑回路清奇，眼冒星光：“老婆，咱们现在就去领证，婚礼也可以补办，3金也好，彩礼也好，统统按照你的心意来。”啊！我哪句话让他觉得我是想和他继续结婚的？非常无语。康子舟，你现在来找我，方月知道吗？方月当然知道，就是他告诉康子舟我今天回自己家的。虽然我十分恶心方月，可同在一个公司上班，我们又免不了有接触。我也不想在王家调查出结果之前打草惊蛇，所以一直装作什么都不知情。我虽然恶心方月，但抬头不见低头见的，难免会有接触。我为了不打草惊蛇，一直都装作不知道他俩的丑事，可没想到他偏偏要来恶心我。今天中午，方月递给我一杯奶茶：“微微，今天下班顺便带我一程呗。”我摇头拒绝：“不行，我今天要回新房，那边不顺路。”刚好爸妈家和新房是相反的方向。方月点点头，没说什么，可他给康子舟发了消息，告知了我今天会回新房，所以康子舟才会在新房里做好饭等我。听到我提起方月，康子舟瞬间变得有些紧张，眼神里掩饰不住的慌乱，连说话都有些结巴。关他什么事？我拿出手机，翻出视频截图。我亲眼所见，你还有什么好狡辩的？截图正好是他们2个抱在一起进酒店的那一瞬间，我直接拿出他们抱在一起的视频截图。康子舟瞬间慌乱地跪下了：“老婆，你相信我，我和他什么都没有，只是那天我喝多了，他送我去酒店而已。”拜托你不要太心虚了，就这么跪下来了，啥时候也成了个说跪就跪的软骨头了。我现在只觉得你特别的恶心。滚，赶紧滚，不然我就报警了！我推搡着他，
把他推出门去，顺便两脚把他的鞋也给踢了出去。我嫌脏，顺便把家里所有属于康子洲的东西都拿了个塑料袋子装好，打算第二天交给方月，恶心他一把。我们没有同居，只是他偶尔来我这边住1-2天，所以东西不多，一个大的塑料袋就够了。还没到第二天呢，王佳就给我发来一段视频。微微太劲爆了，快看快看！我打开视频一看，正是被我赶出家门的康子洲，还有方月。我打开视频一看，只见康子洲怒气冲冲地戳着方月的额头。方月，你是想整死我吗？你趁我喝醉了带我去酒店就算了，你故意把乔薇叫过来，看到是什么意思？方月哭得梨花带雨，抿着嘴，我没有，康康，我真的没有。可康子洲不信啊，夺过方月手里的奶茶摔在地上，溅了他一身。方月，都怪你！现在乔薇知道我和你有关系了，怎么都不肯原谅我，你害死我了，害死我全家了！显然，方月被康子洲这暴怒的样子吓到了，蹲在地上哭个不停。康康真的不是我，我这么爱你，我为了你什么都做了。康子洲双手抱胸，居高临下的看着方月，眼里没有一丝怜惜。都是你自愿的，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不会娶你的，我要娶的人只有乔薇。我早就跟你说过，我不会娶你的，我要娶的人只有乔薇，是你自己心甘情愿贴上来的。他这副尖酸刻薄的小人的字样，是我从来没见过的。在我面前，他永远温柔体贴、谦谦君子的模样。一时有些恍惚，我竟不知道这3年来到底跟怎么样的一个人在谈恋爱。我好像没有认识过真正的康子洲。第二天我到公司时，方月已经到了。即使他铺了厚厚的粉底，化了很浓的妆，也掩盖不住哭得像核桃的双眼。见我进来，他看了我一眼，转头看向一边，也不知道是羞愧还是仇视，他不理我，可我偏偏要理他，将装满康子洲物品的塑料袋放在他的工位上。诺，康子洲的生活用品现在交给你最合适不过了。听到我的话里有话，不少同事都开始窃窃私语起来。乔薇这意思，他和康子洲退婚，难道还有方月的事儿啊？真的假的？天啦，方月和康子洲早就认识了，你说该不会是故意整乔薇吧？我早就觉得方月不对劲了，每次康子洲来接乔薇，他都要死皮赖脸的凑上去。也就是乔薇心大，要换做我，早就一人赏一巴掌了。听到同事们小声的议论，方月一时有些恼羞成怒，一把将塑料袋抱在怀里，故作骄傲地扬起下巴。你说的对，现在他的东西是该交给我，毕竟你们已经分手了。我点点头，云淡风轻地说了一句，依托粑粑也只有你才会稀罕。方月更气了，扬起手就要打我，好在我早有防备，往后退了一大步，可他用足了力气，一巴掌打了个空，差点被惯性带着摔了个狗吃屎。方月一手扶着办公桌，一手指着我，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要不是你生辰，住嘴！一个尖锐的女声传来。你有什么好得意的？要不是你生辰，住嘴！一个尖锐的女声传来。不等我们反应过来，只见那女人一阵风似的冲了上来，狠狠的一巴掌打在方月的脸上。那声音清脆响亮，定睛一看，来人竟是康子洲他妈。康奴打了一巴掌还不解气，又踢了方月一脚。坏女人，你费尽心思勾引我儿子，给他下套，让我儿媳妇误会，你居心叵测。老娘扇你一巴掌，全当帮你爸妈教育你，你这不知死活的坏女人，还不赶紧给我儿媳妇道歉！方月朝一旁的康子洲看去，柔弱无骨，楚楚可怜，却没有让康子洲有半分心疼，反而还愣了他一眼，朝他使了个眼色。多重羞辱之下，方月居然还能忍气吞声，一边抹眼泪，一边对我鞠躬道歉。我没想到多重羞辱之下，方月居然还能忍气吞声，一边抹眼泪，一边对我鞠躬道歉。乔薇，对不起，是我不好，是我勾引了康康，其实我们什么都没有发生。说完就哭着跑了出去。我真是不明白，康子洲是怎么做得到让一个女人为了他连脸都不要的。康母见状，急忙拉着我的手，苦口婆心地宽慰我。微微呀，你怎么能不信任小周的？你们在一起3年了，你对他连这点信任都没有吗？有别的女人喜欢他，证明他优秀，不被人抢的男人是庸才，你应该感到骄傲才是。这话说的好像是我不识好歹，没事找事了，连忙抽出自己的手，和康奴保持距离。阿姨不好意思，我和康子洲分手了，谁喜欢他？他有多优秀都与我无关。阿姨不好意思，我和康子洲已经分手了，谁喜欢他？他多优秀都与我无关。话音刚落，康奴眼珠一转，不再满脸笑容，而是变成了一副惋惜的模样。
他刻意拔高了音量，站在办公室大声说道：“微微呀，你和小周在一起3年，早就是他的人了。你要是和他分手，以后谁还会要你啊？我这都是为了你好，女孩子家家的名声最重要了。你还是听话，好好和我儿子在一起吧。”现在是求和不行换诋毁了。一旁的康子周一言不发。以前我觉得他这是好脾气，现在才看透他这叫软弱无能，以为说这些话就能对我进行羞辱，让我自惭形秽，羞愧不已，然后老老实实嫁给他儿子。不可能，根本不可能。能束缚我的从来就没有贞洁这一项，能束缚我的从来就没有贞洁这一项。我看向窝囊废，开口嘲讽道：“康子周，就你这小东西，还真不能让我套上不知羞耻的名声。与其在这里羞辱我，不如去找个好点的医生看看。”康子周脸一下子青了，对我怒目而视：“乔薇，你别太过分，我手里可是有你的把柄。”把柄？我才不在乎他有什么把柄。我1不杀人放火，2不偷税漏税，3不坑蒙拐骗，妥妥的好公民。乔薇，你该不会是有了姘头，才死活要和我儿子分手的吧？康母也收起了那副虚伪的嘴脸，谁让我羞辱了他的好蛋儿呢？他可是最护犊子的。康母朝里面走了几步，扫视着办公室里的每一个男同事。是不是你？还是你？吓得男同事连连摆手后退，生怕莫名其妙就被扣上和女同事有不正当关系的帽子。我顿时感觉血液都冲到了头顶，实在忍不住要骂人的心。康子周，你个窝囊废，咋的？你有什么癖好啊？非要给我安上出轨的名头？你就这么喜欢绿色吗？还有你老太婆，自己心思龌龊，就觉得所有人都龌龊。你儿子很优秀吗？像个废纸一样，谁稀罕谁拿去。别再来恶心我，别蹬鼻子上脸，给脸不要脸。从来没见过我骂人，康子周和康母一下子就被我骂愣住了，好半天才缓过神来。你康母捂着心口，半天说不出一句话来，反而是康子周终于站到了前面。分手可以，你得把我给你花的钱全部还给我。分手可以，你得把我给你花的钱全部还给我。说着从包里掏出一张 A4 纸，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。我接过来一看，差点没被气笑。什么玩意儿？矿泉水1瓶6块，还有这你妈包的饺子你也要算钱，8毛钱一个，你要笑死谁呀？康子周啊，康子周，我当初真是瞎了眼才看上你这种人。康子周见我气无语了，马上拉着我的手：“微微，你知道的，我不想分手，我只是想要你别离开我。只要你不分手，这些钱我肯定不会要的。”呵，他想的可真好。别，我还给你，不就是9万吗？不过我也不是冤大头，等我统计一下你花了我多少钱，咱们再一一核算，免得你们家再像狗皮膏药一样甩都甩不掉。康母气不过，冲上前来狠狠地推了我一下：“坏女人，你敢骂我们全家，真是给你脸了！”我没站稳，摔倒在地，额头撞到了桌角，流了血。我一时没站稳，摔倒在地，额头撞到了桌角，流了血。同事慌忙地将我扶起来，我也不甘示弱，上前一步狠狠地踩了他一脚，疼得他哇哇直叫。康子周最见不得他妈受委屈，立马将他妈护在身后。正好我又顺手给了他一巴掌，故意用我镶了钻的美甲划破了他的脸，大家都见血了，很公平。康子周这次是真的变脸了，阴沉着脸：“乔薇，你真是铁了心要分手。”难道我说的还不够清楚吗？是，赶紧滚！康子周咬牙切齿地留下一句：“乔薇，你一定会后悔的，我等着你来求我娶你。”等康子周母子走了以后，办公室又恢复了平静，只有方月被叫到了总经理办公室。没多久，他就哭哭啼啼地出来，在工位上收拾了一番，又哭哭啼啼地走了。我们公司的总经理是个女强人，不但漂亮，而且超级有能力。道听途说，她的家庭被小三破坏，从她很小的时候就和妈妈相依为命，过得很苦，所以她格外的痛恨破坏别人家庭的人。虽然方月谈不上破坏了我的家庭，可他的行为依旧让总经理在内的所有员工反感。再加上他最近业务屡屡出错，被开除是在意料之中，可能是真的太伤心，以至于他掉了东西都不知道。我捡起来一看，居然是一盒叶酸，难不成方月怀孕了？可是时间不对呀，她上次和康子周去酒店才几天而已，不可能这么快查出来怀孕。还是说他们早就勾搭在一起了？顿时心闷得喘不过气来。我究竟当了多久的傻子？和王家商量了一番，决定把方月约出来当面对质。别的我不在乎，
我只想要一个真相而已。我选了一个清静的餐厅，一进包厢，方月就忍不住开始拍照。10分钟以后，才心满意足地放下手机。想不到你家境这么好，能来这么高级的餐厅，怪不得康康不肯和你分手。言语中满是嫉妒，懒得和他解释，是王家吃惯了这家的菜，才选在了这里。可康子舟是知道我的家境的，只能算一般家庭，只是爸妈有3套房产而已。他不应该是为了图谋我的财产才纠缠不清的。方月警惕地打量着我和王家。你们找我来做什么？方月警惕地打量着我和王家。你们找我来做什么？先吃饭吧。王家良拿着筷子给我夹菜，装作无意地说道：“这几道菜都不适合孕妇吃。”方月瞪大了双眼，腾的一下站了起来。乔薇，你怀孕了！我和王家对视一眼，看来方月没有怀孕，不然她的第一反应应该是把吃进嘴里的菜吐出来，而不是惊恐地质问我。我从包里拿出她掉落的那盒叶酸，递到方月面前：“你的东西掉了。”方月躲闪的目光转向一边：“这不是我的，我听不懂你们在说什么。”随即拿起包就要走。方月，你难道就真的甘心永远做康子舟见不得光的情人吗？听到我这句话，方月顿住了脚步。你什么意思？听到我这句话，方月顿住了脚步。你什么意思？他当然不甘心，否则也不会在公司接过我的话，承认他和康子舟的关系。你也看出来了，我想和康子舟彻底了断，是他一直纠缠不清。如果我回头，你觉得你还有机会吗？方月大惊失色，一脸的慌乱。你真的要继续和他在一起吗？怎么可能？我只会觉得他会气，可我还是不动声色，故意对方月说道：“如果康子舟天天纠缠我，说不定我那天就心软了你。毕竟我们有3年的感情。”方月像是听到了什么笑话。感情？他对你能有多少感情？无非是看中你能带来好运。什么锦鲤？我怎么听不懂他在说什么？看来你们是真的不知道。见我和王家面面相觑，方月更得意了。我笑笑不语，话都已经到嘴边了，他肯定会说的。果然，方月滔滔不绝地讲了起来。乔薇，不得不说你的命是真好，有一个富裕的家庭的，还有天生锦鲤命。原来康家一向相信这些，是那种沉迷其中无法自拔的相信。他们老家那边有一个很出名的先生，康家人很信任他，所以康子舟的婚事全权交给了算命先生做主。康子舟的老家有一个很出名的先生，他的婚事也全权交给了这个先生做主。每一个康子舟有好感的女生，他都会想方设法地打探她的出生年月，然后拿去先生那里看上一看。当初他和方月是自由恋爱，却被先生告知说他两不合适，甚至和康子舟性格有些相克。于是康父康母坚决不同意他们在一起。康子舟又是个妈宝男，听他妈的话就和方月分手了。只是他又抵不住方月的诱惑，两个人以朋友相称，经常暗中来往，甚至恋爱脑上头的方月还帮他牵线了许多女孩子。只不过经过先生相看后都没成罢了，直到遇上了我。我的八字被先生一看，就说是天生的锦鲤命，能带来好运。我的八字被先生一看，就说是天生的锦鲤命，能带来好运。不但旺夫，还旺婆家全家。只要康子舟能娶到我，那康家一定会事事顺利，财源滚滚。康家父母会福寿安康，无病无灾。康子舟更是会升官发财，功成名就。最重要的是，我一定能给康子舟生儿子，让康家多子多孙，延绵百年。总之就是哪哪都好。所以康子舟对我进行追求，费尽心思讨好我。他从方月那里得知了我的一些小习惯、小爱好，准确无误的精准示爱，让我一步一步沉浸他在制造的美好之中。也不知道是不是巧合，我和他确定恋爱关系的第2天，他就收到了升职通知，从一个普通员工变成了小组长。虽然官不大，可总归是向上走了一步。所以他对我的锦鲤命有了认同，对我越来越好，事无巨细的照顾我。没多久，他们买的那套老破小的房子又传出来要拆迁的消息，更是让他们一家人对我锦鲤的身份坚信不疑。可一连2年，拆迁的确切消息都没有传来。他们一家3口一合计，得出结论，因为我还不是他们康家的人，要我和康子舟结了婚，才能彻底激发我的旺夫属性。所以康子舟在我的家里给我求婚了，玫瑰花、钻戒。他知道我喜欢简单而又温馨，所以这一次他又拿捏住了我，我答应了求婚。他急忙筹备婚礼，他说他迫不及待地要娶我回家。可惜他的美梦在婚礼那天戛然而止。他说他迫不及待地要娶我回家，可惜他的美梦在婚礼那天戛然而止。
自从我要求取消婚事以后，他们家就事事不顺，工作上康子洲不断的出状况，挨了几次批评。老房子那边也传来消息说是不拆了，他们慌了，生怕失去我这个锦鲤，所以不停的来求和。听完方月的解释，我那些缠绕在心里的谜团全都解开了。难怪在我生日问过我出生年月以后，康子洲就对我热络起来，难怪他爸妈一直哄着我，从不说我半句，甚至让心肝宝贝儿子下跪求我原谅。难怪闹成这样，他们一家人还不肯取消婚事，一次又一次的纠缠。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先生给我批的锦鲤命。难怪闹成这样，他们一家人还不肯取消婚事，一次又一次的纠缠。这一切都是因为那个先生给我批的锦鲤命。感情是让我去他家当招财猫啊！我这3年的感情成了一个大笑话。见我若有所思，方月出言讽刺：乔薇，你等着吧，他们还会来纠缠你的。可能这3年你被康子洲装出来的样子蒙蔽了，不知道他的真面目。他可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。他语气里的得意和自豪，我真是无法理解。喜欢这种人有什么好开心的？他是被康子洲下蛊了吗？我和王家相视一笑。为了感谢你告诉我真相，我一定让你嫁给康子洲。他的眼睛里瞬间闪烁着光。真的吗？你真的有办法吗？当然了，我保证。为了感谢方月告诉我真相，我答应想办法帮她嫁给康子洲。方月走后，我和王家商量对策，毕竟我真的不想再被这一家子纠缠不清。一番探讨以后，我们有了一个好计策。我和王家带着堂哥堂弟一起去了康子洲的老家，去会会那个传说中能慧眼识人的先生。我们找了个看生意的理由，顺利的进到了他家里。这位先生看上去有些苍老，听说才70来岁，可看上去却像80、90岁的人一样。看见我们有些好奇，他也不藏着直言道：我做的生意都是道破天机，自然对自身有所影响，看上去比同龄人老了点很正常。不过我也没几年活头了。小姑娘，你是康家的儿媳吧？捉锦鲤命我记得。我一惊，没想到这个先生真有2把刷子，只看了我一眼就知道我是谁了。没想到这个先生有2把刷子，只看了我一眼就算到了。先生见我和王家一脸惊讶，笑着和我们解释道：不用惊讶，不是我算到的，是之前康家拿了你的照片给我看的，而且你的生辰比较罕见，所以我印象比较深。原来如此，先生，实不相瞒，我们来是有一事相求。我将来意告知了他，他却摇摇头不肯答应。话已经说出去了，要是改口，岂不是自毁招牌？我扫视了一下他们家，普普通通，没什么贵重的物件。先生，我不会让你白忙活的，10万是我给你的报酬。先生犹豫了一会后，终于还是妥协了。小姑娘，你说要我怎么帮你？有钱能使鬼推磨，在比较贫困的乡下，就算时常有人来相看，那也给不了多少钱。10万对他们来说真的很多。很简单，你只需要告诉康家人我的好运变没了，和康子洲不适合了，然后你再告诉他们，现在另一个女人才是他们想找的锦鲤。我答应过方月，让她嫁给康子洲，我可是个言而有信的人呢，一定让她如愿以偿。奔波了2天，没想到一回来就出事了。我刚一踏进公司，就觉得眼皮不停地跳，心也慌乱得很。刚坐下，就在同事们小声讨论中被总经理叫到办公室。他看着我，一脸纠结地把手机递给我，是一段视频，视频里的一男一女，赫然是我和康子洲的脸。随即总经理又打开同城热搜，第1名就是我的名字，内容里是打了码的视频截图，评论区更是不堪入目。没想到吃到了同城的瓜，这美女身材真不错，这人我认识，我初中同学，读书的时候看起来挺单纯一女孩，没想到私下这么跟我同一座写字楼的，我见过，真不错。评论里早就将我人肉出来，名字、年龄、家庭住址、公司地址。总经理脸上全是担忧。这件事你需不需要请几天假处理一下？你放心，公司这边相信你的人品，一定会站在你这边。我点点头，决定请假，总不能给公司带来麻烦。事情发酵得很快，像是有人刻意推波助澜，仅仅2天，几乎整个同城的人都刷到了。不少亲戚还给我爸妈发去消息，说是关心，实则幸灾乐祸看笑话。听说你们家微微出事儿了，哎呦，都传疯了。不是你家微微吧？她应该做不出这种事儿的吧？哎呦，你们2口不晓得怎么教女儿的哟，这下子她还这么奸人哟，造孽啊！哎，这事儿闹的，微微以后还怎么嫁人呢？更有甚者，跑到我家门口来偷窥，被我爸拿着棍子赶了出去。我妈连视频都不敢多看一眼，
气得直哭。我爸抽了一包又一包的烟，嘴里也没停下。斯文了一辈子，对于这种事，他们还真没有能处理好的办法，只能憋着火生闷气。第一次，我发现他们头上长了几根白头发了。王家说，免得爸妈被无聊人士骚扰，暂时把他们接去他家闲置的一套房里去住。高档小区，安保很严格，不是业主根本进不去。我只好同意，自己也搬去和王家同住。安顿好爸妈，我才和王家回了他家。王家说，事情发展的太快了，一定有问题。我叹了口气，我知道是谁，是康子舟。我突然想起来他说的那一句，他有我的把柄，等着我去求他娶我。原来这就是他手中的把柄，我们在一起时偷拍的我的视频。我突然想起来上次他说他有我的把柄，等着我去求他。原来这就是他手中的把柄，我们在一起时偷拍的我的视频。听到我这话，王家停下了正欲打电话找人调查的手，暴怒的一掌拍在沙发上。康子舟真没看出来，他原来是一只披着羊皮的狼，这种事也干得出来。是啊，把2个人的私密视频放出来，就是为了让我去求他结婚，根本不顾我的脸面。这种人太可怕了。我算是知道方月所说的，他是一个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的人。王家小心翼翼地问我，这件事你打算怎么办？就像电影中所说，当你觉得一个女孩子是坏人的时候，不管她是不是，她就已经是了。那些用这些手段来害人的人，本来就不是什么好人，越解释越是钻进了他们的圈套里。康子舟如果打算用贞节牌坊来束缚住我，那他就太小看我了。康子舟如果打算用贞节牌坊来束缚住我，那他就太小看我了。我绝不会因为这种再正常不过的事情感到羞愧、无地自容，更不会为此寻死觅活，或者害怕自己以后嫁不出去，转身回去求他娶我。该羞愧的人是他康子舟，凭一段私密视频就想要毁了一个女孩子的一生，他简直是该死。我让王家安排人搜集证明，证明视频是康子舟发布的，然后自己发了一个帖子，我是最近疯传的视频中所谓的女主，麻烦发布视频的人拿出证据来证明视频中人是我，否则我告你诽谤。如果他证明是我，那我就有证据告他侵犯隐私权；如果他不能证明是我，我就告他侵犯我名誉权。总之，我一定要让他进去蹲着，因为花了钱。这条帖子很快就被顶上了同城热搜，很快评论区就有了不一样的声音。造谣一张嘴，辟谣跑断腿，给女生造谣真是太恶心了。偷拍、发布、散播私密视频的都是坏人，支持小姐姐报警。不论是不是小姐姐本人，都不应该被进行羞辱。看着这些评论，我嘴角渐渐勾起微笑。这件事引起了女孩子们的共情，纷纷发声为我支援。毕竟谁也不想突然变成陌生男人用猥琐目光凝视的对象。若今日袖手旁观，他日或临己身，则无人为自己摇旗呐喊。看着王家的私家侦探发来的证据，我忍不住笑了出来。康子舟，既然你想用这种东西毁了我的名声，让我对你俯首称臣，那你的算盘就打错了，你就等着身败名裂吧。一纸诉状，我将康子舟告上法庭。接到法院传票的康子舟怒气冲冲地去了我家，怪自己粗心大意，居然忘记了换密码。康子舟进去发现我不在家，又抑制不住怒火，便将我屋里都给砸了。梳妆台上的化妆品、香水都被砸摔得稀巴烂，连电视机都被他一拳打碎，甚至是放在衣柜里的衣服、包包都全部丢在地上，倒上了水，一塌糊涂。一番发泄以后，他才心满意足地离开。可惜他不知道我在家里安了摄像头，当初是为了防止他纠缠我，现在变成了记录他的犯罪过程。哦耶，又多了非法入侵住宅罪和故意损坏财物罪。没想到才几天，方月就找上了我。乔薇，我们聊聊。我和他去了公司旁的咖啡厅，他洋溢着笑容，幸福得像一朵绽放的花朵。乔薇，我和康康领证了，而且我怀孕了。我看着他，那我就恭喜你，得偿所愿了。方月也不在乎我的冷言冷语，自顾自地说，我知道是你帮了我。那天康康来找我说，先生告诉他们家你摔破了额头，破了相，也破了锦鲤命格，不但不能带来好运，还可能给康康带来坏运。两个人要是在一起的话，可能还会带来意想不到的事情。而且康康被你抓破了脸，破了相，影响到了先生当初的判断，我就成立他们心心念念的锦鲤命。没想到那个先生还挺会忽悠，一番胡诌说的天衣无缝。不用感谢我，能摆脱他我也很高兴，真的。我再也不想和康子舟有什么联系，我只想他从我的世界里彻底消失。方月轻轻抚上还没有隆起的小腹，像是自言自语，那天你捡到的叶酸的确是我的，
不过那时候我没怀孕，我只是一直在备孕。我想有一个他的孩子。她真的有病，想怀一个别人老公的孩子，这是什么光荣的事吗？为什么她活得如此白痴？不成想，方月突然激动地握住我的手。乔薇，看在我未出生的孩子的份上，看在你和康康3年的情谊上，别告他了好吗？我抽回手，冷冷回答。他四处散布视频的时候，怎么没有想过我和他3年的情谊？而且你们的孩子是他背叛我、欺骗我的证据，我凭什么看在他的份上？方月，做人不要太贪心，否则我告诉康家真相，只怕你这个康太太就当不了了。我告诉康家真相，只怕你这个康太太就当不了了。方月的身子颤了颤，不可置信地看着我。不可能，你不会想要他们继续纠缠你的。无所谓的摆摆手。他马上就要蹲局子了，我怕什么？我说完便潇洒离开，只剩方月呆愣地坐在那里不知所措。确实，他能怎么办？他还想怎么办呢？我不是已经帮他得到了他最想要的爱情了吗？开庭那天，康姆恢复了泼妇本色，冲上来就想要打我，还好现场巡捕多，没让他碰到我半根头发丝。我的律师把所有证据都呈上来，证据确凿，可康子洲还是死活不认。法官，我什么都不知道，不是我散布出去的，是他们陷害我。我和乔薇在一起3年，一定是他用我的账号、我的地址发布的。我真的被他的无耻所折服，这都能狡辩的吗？康子洲，你要相信人民巡捕的力量，事实就是事实，你狡辩不了。随即，我的律师又拿出康子洲在我家打砸的监控视频，这次也是证据确凿，无从抵赖，涉及金额过大，且情节严重。康子洲心灰意冷地瘫坐在地上，瞪着我。乔薇，你好狠啊！你好狠啊！你这是要置我于死地啊！我真的好想再给他几个巴掌，打得他爹妈都不认识。笑话，难道是我让他欺骗我的？难道是我让他散布隐私视频的？难道是我让他破坏他人财物的？一切都是他咎由自取，数罪并罚。康子洲被判了5年零2个月。我走近他，跟他做最后的告别。5年后再见，不，再也不见。5年后再见，不，再也不见。刚踏出法庭，康子洲他妈就扑了上来，叫嚣着要打死我这个害人精。还好堂哥堂弟随时为我保驾护航，武力攻击不到我，只能语言疯狂输出，最恶毒的话咒骂我。乔薇，你这个被我儿子抛弃的女人，你害我儿子进去了，我诅咒你以后嫁不出去。啧，骂得太脏了，他早饭应该吃的是屎吧？哎，有这闲工夫，还不如抓紧时间凑钱吧。刚刚没听到吗？让你们赔偿18万，卖车卖房卖地都要给我凑出来，不然别怪我申请强制执行哦。对了，当初你们做的那个饺子表格我也做出来了，还真是康子洲花的多一些呢。那这1块钱还给你，那这1块钱还给你。说着，我从包里掏出来事先准备好的10个1毛钱硬币，塞到了康姆手里。康姆气得要将硬币丢掉泄愤，我急忙阻止，故意胡说八道吓唬他。故意损坏人民币是犯法的哦，这里到处都有监控，你是想进去陪你儿子吗？看到康姆咬着牙将硬币揣回兜里，我忍不住笑了出来，太解气了。这件事算是彻底了结了。只不过康家人貌似过得不太好，听说方月真的生了他们家梦寐以求的儿子，只可惜她受孕的时候康子洲喝了很多酒，导致孩子生下来就是个畸形，一辈子都需要人照顾。他们期待着拆迁的老房子也终于得到了确切的消息，确认不会拆迁。也不知道他们怎么就怀疑起了方月锦鲤的身份，天天打骂他出气。骂来打去无非就是说他是倒霉蛋。自从他和康子洲结婚之后，康家可以说是事事不顺，儿子进了大牢，孙子是个畸形，期待已久的拆迁美梦还落了空。不过这倒是意外教会了康家人封建迷信要不得，可耐不住方月是个恋爱脑，累死累活受尽委屈都要替大牢里的康子洲照顾好父母儿子。他还信誓旦旦地向康子洲保证，老公，你好好改造，我会等你回来的。我和王家窝在软和的沙发里喝酒。当初我知道康子洲家里在那个地方买了房，为了让你过得好点才求着我爸买下那块地重建的，还好没便宜了那一家子混账，那套房传出来要拆迁我是知道的，康子洲兴奋地告诉我，等房子拆迁了一定要换一套大房子给我住。我沉浸在他制造的美好中，所以没要求房车，只要了3金和8万8的彩礼。
而且我用了我那套价值200万的防荡嫁妆，没想到王家对我的情谊变成了康子洲纠缠我的原因。我将红酒杯举起和他碰了个杯。现在凌晨6点多了，康子洲应该要起床踩缝纫机了吧？没什么事能比这样更好的了。伤害我的人得到了惩罚，一辈子都会背上污名，而这个世上千千万万的女孩子们，永远未来可期，永远光明璀璨，永远不惧流言蜚语。